你看我们普通人呢，都喜欢住高楼，20层、30层，越高越好。住的地方是高楼，办公的地方也是高楼。为啥我们现代人越来越焦虑啊，经常感到心慌、烦躁、郁闷呢？因为啊，你离开地面太久了，没有接地气，你没有赤脚感受过泥土的芬芳啊。你有多久没去过田野，没有看过天上的白云，地下的小草？但是反观我们领导住的地方，他们办公的地方都是大平房。你看中南海、白宫、白金汉宫，哪个是高楼大厦？无上圣玄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无为真实义。前面讲了上善若水，说将世间善德做到顶尖的就是水。水的品性、德行和道非常的接近，因此在世间的有形事物里面，水可以说是道的化身，道的代表。那么我们人类想找到生命的意义，想生活的与众不同，想轻松愉悦的度过一生，就要合道，有道的品性、德行，向道学习，成为道在人间的代表，道在人间的代言人。但是道看不见摸不着，我们没有办法模仿和参照。正好水是道在世间的化身，道的代表，因此有了这句上善若水。向水学习就是向道学习，达到水的品行德行，你就接近成为道在人间的代言人，可以和天地做朋友，是天地的兄弟。所以三光日月星，三才天地人，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众生，指的就是道的代言人。在古代皇帝自诩是天子，是天选之人。如果你是道选之人，和天地同辈，比皇帝还高一个辈分呢。皇帝见到你也会叫你一声叔叔。小喜说，既然做道的代言人真好，那我们要向水学习什么呀？老子也没告诉我们呢。我想看看我能不能做到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就可以了。你看水就在身边，看起来很普通的样子也没什么特别。老子说人可以向水学习7种品性，是这么说的：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以善天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难，动善时。首先这个善字不是善行善德的意思，和上善若水的善有点不同。在这里表示做事高明高超，不单是技能更是一种品质。道德经的后面也有类似的表述，如善闭者无关键而不可起也，善结者无绳约而不可解也。所以这几句话扩展一下，可以这样说善居者地也，善心者渊也，善语者天也，善言者信也，善政者治也，善事者能也，善动者时也。我们先说第一句善居者地也。居住的居本身是蹲着闲坐，表示安静的处于某个位置。地势坤厚德载物，地有承载的意思，还有低下的意思。荀子里面也曾经讲过，至下为之地，也就是说最下面那个位置叫地。礼记里面也是讲，地者下之极也，下面最极点最低的位置叫地。整句话表达的意思是，人要学习大地承载万物，学习水利益万物的这种利他品性，同时又要学习他们那种甘居人后、低调静谧不争的深厚德行。常言道，水低成海，人低为王。你想成为王，成为领导，你首先要放下身段，
更接地气啊。俯首甘为孺子牛，和光同尘，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，做百姓的子弟兵，为人民服务。你这样做，最终会被百姓拥戴，成为百姓的领导。欲做诸佛龙象，先做众生牛马。那些高高在上的靠自我吹嘘过日子的人呢，都是离末日不远的人。那些说何不食肉糜的人，都是亡国之君。我们都知道，曹操在历史上是诡诈多变的形象，一生打过很多仗，其中有2场是流传千古的，一个是官渡之战，一个是赤壁之战。官渡之战他以少胜多，他怎么做到的呢？礼贤下士，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，听到许攸要来，赤脚相迎，因此将士用命，谋士用心，上下共力，最终赢得了官渡之战，以3万的兵力打赢10万的敌人。在8年后的赤壁之战，相同的事情，相同的人，结果却截然相反。曹操率100万之众，却打不赢周瑜的5万水军，那又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官渡之战之后曹操不停地打胜仗，开始高高在上，开始飘了，中了周瑜的反间计，非常随意地杀了投降的水军将领蔡瑁、张勇，导致水军治理无方，被周瑜一把火烧光。所以做人一定要脚踏实地，不能飘在空中，把自己的位置放低。你站在一个低的位置，其他人要找你，和你说话，和你打招呼握手，是不是都要低头弯腰啊？我们平时见什么人要低头弯腰呢？是不是见领导啊？那所有的人见到你都要低头弯腰，那你是不是就是领导了？你看我们普通人都喜欢住高楼，20层、30层，越高越好。住的地方是高楼，办公的地方也是高楼。为啥我们现代人越来越焦虑经常感到心慌、烦躁、郁闷呢？因为你离开地面太久了，没有接地气，你没有赤脚感受过泥土的芬芳嘛？你有多久没去过田野，没有看过天上的白云，地下的小草？但是反观我们领导住的地方，他们办公的地方都是大平房。你看中南海、白宫、白金汉宫，哪个是高楼大厦？在商业上也是相同的道理。松下幸之助当年读了《道德经》之后，创立了水榭经营模式，模仿水无孔不入的特性，生产低价高质的百姓每天都要用到的产品，最终成为当代的经营之神。我们最初的某宝拼夕夕不也是这样子的吗？所以小喜你看这一句就3个字，它包含了道理，如果你懂了，真正做到了，哪怕是一点点，你的命运就会改变。昨日种种必如昨日死，今日种种必如今日生。小喜说这个对我来说有点难度我做不到低调我如果帮助别人，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谁谁谁有成就，就是因为我的帮助。晚上多加会儿班，升到主管不知道。像我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？老李说，你这种情况老子跟你讲另外3个字，我下次再告诉你。这里是福利社，愿为彼引导，愿道与您同在。谢谢您的观看和聆听，咱们下期见。